的收破烂，从伊朗里头翻出来一块银元。我上网一查，价格好像值10万。你看是不是真的？我看你拿的呀是一块营养，估10万的高价有点太夸张了。这种价格最好不要相信。我先来看看。你还是先帮我看看真假吧。我听别人说这种银元有甲类。别咱俩给他说半天，在这假的了。其实像这种盒子币啊，非常容易对比官网。你首先检查盒子是否被打开过，谨防真盒假币以假乱真的现象。你这个是 MS63类墨西哥营养，壁面带一层淡黄彩包浆，状态确实是未流通的品相。你对比官网图的时候啊，你就仔细对比它的这些磨损的细节就行了。我看你这个真假完全没啥问题。那是真的就行。昨天我买一件2手羽绒服，30块钱成交之后呢，那个卖家说他兜里装一块银元，忘掏出来了。哎呀，只要信息对得上就行了。因为像这种盒子币银元啊，你看个头不大，大小它就像烟盒一样，容易方便保存。很多人啊都习惯性的往兜里一装。你这个顾客记忆还是很深刻的，羽绒服都卖给你了，银元在兜里装着还想着嘞，这对号入座啊，你还给他不就行了吗？我是这样想的。我花30块钱买了衣裳，那里边无论装的是啥，那里应该都是我的。那况且这个银元也不便宜，10来万的吧。那你按照咱这边的风俗，银元应该给你所有，但是按法律规定，那就另外一说了。你想想，这银元越贵越于理不通啊。人家30块钱卖的其实就是一件破衣服，里边并不包括这个银元，况且这银元它值不了10来万啊。那应该值10来万。我看我这个客户都发朋友圈了，说愿意出1万购买这个银元。那如果不值钱，他为啥出那高的价呀？他发朋友圈愿意1万购买这个银样，那应该是故意让你看了。正所谓斗智斗勇，在你们俩身上体现了真是淋漓尽致。我说你这个阴阳很普通、很常见、很便宜，那你会相信吗？那我肯定不相信啊！那人家网上都已经向我抛出橄榄枝了，都这一块银元要给我出10万嘞。网上之所以给你报10万，那他们是看你啥都不懂，想通过这个银元啊对你有所企图，这是他们用估高价骗你这种小白入局的伎俩。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你看你这个银样是1898年那时候铸造的，从墨西哥流通到我国，是当时晚清时期的贸易银元。既然是国与国做了贸易，你想想那铸造量得有多大吧？毫不夸张的说，得有几亿枚之多。这是从整体上来说的。从精神层面上来讲，像这种银元啊，它毕竟是属于外币，外国的银元对于咱们国人来说啊，感兴趣的不多。你看它是27克重，而且含银量比袁大头银子还纯，就是价格起不来，10个银样9个戳，带戳的价格更便宜。你这个好就好在它这个品相状态还不错，壁面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流通痕迹。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你这块这么高的分啊，也就是一块通货大头的价，1000块钱吧。才给1000块钱吗？对。那我都是再不懂银元，我也会比较啊。那10万和1000后面足足错了俩零呢，你给的太少了。不是我给的太少，现在这种阴阳的市场价也就这样。刚才我跟你说了呀，也都该跟你说的都说清楚了。现在网上有很多估高价的骗局，你别说拿阴阳，你看他给你报10万，你就是随便拿个地摊上的东西，他也敢给你报10万啊。那都是我这回收的。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你这样抹黑人家不好吧？再说人家给的价格确实高。那行吧，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看来你这是信以为真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不重复了。那你后续啊，看好你的潜在的就行了。至于这个银元是否要归还人家，你自己做决定吧。既然我这好言相劝不了，那就祝你好运吧。那中，我也不是3岁小孩了我自己决定吧。谢谢你啊。没事。今天3·8女人节嘞没想到呀，俺对象送我一份厚礼你看他家这个传家宝能值几十万。你别闹了，这是啥传家宝啊？我看着像一个银砖，这几十万的股价从何而来？因为是股东呀。刚开始给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白呀。我花了100块钱，专门请那个焊那个防盗窗的师傅，帮我又烧红洗白了。你一点收藏常识都不懂啊！他即便是古董，这外边的包浆被你一烧也给烧残了。看造型和古董挂不上边儿，因为过去的银砖银锭没有长这样来，而且这上面也没有落款。那对象给你的时候咋说的呀？
他说要送给我一个惊喜，给钱买手镯都太俗了。他说真情恒久远，白金来相伴。就把这块金砖送给我了。您这个对象确实油嘴滑舌了，他这个语言艺术表达的淋漓尽致。人家都说宁毁三座庙，不毁张婚。你这东西我没法给你鉴定，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了。我准备把这个传家宝卖了，给我弟弟付个新房的首付，看能值几十万吧。那卖男友的传家宝给弟弟付首付，你这想法很危险。别说你没结婚，你就是结婚了，拿着男友家的传家宝去帮娘家人，这很容易造成你们情侣之间感情不和。谢谢您的提醒，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对，但是我找对象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帮我弟弟一把，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太好。你这是典型的伏地魔，你即使对吧？你知道和弟弟亲，帮弟弟得有度。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尽量和男朋友商量着帮。何况你这还没结婚，你就要变卖男友家的传家宝，首付几十万也不是小钱啊！你可不能因为帮弟弟影响到你自己的感情了。结婚之前我就这么一个心愿，先不干那么多了，你就直接帮我变现几十万嘛，帮我弟弟先付这个首付，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先斩后奏，很强势，没有商量的余地，很鲁莽。但是好在你这个并不是古董，更不是白金。白金分为8金、铂金。第一个颜色，这个白金不长这样，没有这么白。朱银在高温的情况下越烧越白，而铂金、8金它是越烧越黑的。你看那个焊防盗桩的那个火，它也烧不化白金。从颜色上看不是白金。另外从重量上来区分，咱先称一下重量。这只有520克。520克真是白金中的任何一种，密度啊，其实它和黄金不相上下。所以说，从这2个点否定，这就不是白金。不是白金？对。那就太失望了。人家都说白金贵，那这一次钱恐怕不好凑了。好在是个古董，你帮我估估价吧。是白金恐怕也值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的白金啊都很便宜。另外你说的是古董，可能会让你更失望，因为过去银锭啊它不长这样，这上面也没什么落款，也就无从考究了。这东西你看也烧白了，烧白反而看得更清楚。我看也就是一块银砖，含银量能看到99%以上，就这么点的重量1斤。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怕你听到价值啊，跟人对象闹别扭，这我也不敢给你鉴定估价。现在这个银价你就按6块钱一克，1斤乘以6，大概这个价值也就几千块钱。不就是这么一点钱吗？对呀，你这说出去，恐怕得让人笑掉大牙。别说给我弟弟买房了，就是答应送他最新款的手机也不够买的呀。对呀，你不要过分的宠爱恁弟弟啊，又是付首付，又是买新款手机，你这样许来许去啊，只会给你平添压力。再说了，今天也不是什么重大的节日，好歹说实话，这个银砖也值点钱，也算是恁对象的一番心意吧。咦，这点钱太丢人了。这我马上卖了，我还得去找他那麻烦啊，必须得让他给我弟弟买房。都给你搁这吧。这个东西我真要不了，好歹啊，这是恁对象的传家宝，你这唐突的给他卖了，再去给他干一架，太划不来了。既然不值钱，你倒不如不动声色了，给他拿回去，还还给他。你算了，我让你看笑话了啊，没事。我这回去呗，我还得找他的事儿。哎，冷静处理就行了，冷静处理。好，谢谢你。没事。昨天我在一个老太太那里2000块钱收回来一个带龙的银元。我这上网一查，价格高得不得了啊哥！你还真别说，你这个确实是一块带龙的银元，这个是袁世凯帝王庄一照币，如果对的话，价值确实不可小觑。哥们儿，你是干啥来？我提的就是收破烂来。我这用手一夹，使劲用吹一口气，仔细听，白买都是银的。所以才给他收回来。哎呀，你这个银元啊，确实是银的。你看这外边形成的都有包浆了。通过银色看的话，并不是太老。一般这种一照币啊，大多数都是民国那时候的产物，在我们个人家里边啊，极其罕见。如果真是家传的话，别人怎么那么便宜卖给你嘞？刚开始他要了可不便宜。我这伶牙俐齿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几个回合下来就得把夸晕了。那是嘞，你这嘴皮子确实挺溜的。好在你买的时间不长，昨天到今天还不到24小时，你这抓紧时间，还给他还回去吧。这老板咋这样呢？这银元好不容易
拿过来了，在城中八路上买的。啊，你现在让我找谁去？哦，我完全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了。你想想，你买的这个音源啊，都没在家里边交易，在半道上买的话，这事儿很有蹊跷啊。你说卖东西谁会在半道上卖的？还有就是你这一个收破烂了，你对音源它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啊。仅凭你吹响听音儿，只能判断这个音源是银子，并不能说明啊它就是过去的老货呀。你说这话多少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没有，我并不生气啊。我在网上已经问过专家了哦。他们说一致认为是真品哦，价值大概在50万左右。这个东西实物都没看到，价值多少钱都给你估出了个差不多，这只能说太不靠谱了。你可能对网上高价估价陷阱不了解，他们这帮人啊，就借助你什么都不懂，以高价的形式啊，趁机来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就拿你这个音源来说啊，2000的成本价，我说实话，他能忽悠你好几千的鉴定费。只要能帮我卖50万，我再多点钱也无所谓。哦，好歹这也是一块龙洋。哎呀，像你这种心态的人啊，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我来跟你说一下这块音源啊，它这个是属于一兆币。一兆币啊，就是在民国那时候啊，我们个人通过想象，联合造币厂做出来的音源，也就是说不属于流通货币。你搁现在来说，发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藏，所以市面上大家都没有见过，加上它也没什么面值。你即使拿出去消费啊，在当时也没人要，所以综合当时这么一个银本位的背景下啊，一兆币它的铸造量并不是太大，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购买，所以你这个一兆类啊，它这个存世量也不是太多。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量少的意思就是值钱。对，本身带龙的音源就比较少见。你说的也正好相反，军阀币里边啊，其实有一个原像飞龙。那个版的正面就是一条飞龙，属于袁世凯头像里边最贵的。因为一兆币它不比军阀币，因为军阀币啊被大家认可，一兆币玩的人不多，再加上你这个音源，我看并不开门，币面各方面压力并不太足，尤其是它这个边齿太软了。其实一兆币它也是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东西，千不改万不改，你就是放个几十年也不至于说压力还有褒奖，它是这样的不堪检验啊。说实话，你的鉴定结果，我是各种不服啊。能吹响那都是真音源哦，专家都鉴定了，给我50万，你还说假？哎，你这表示不服气，我也没办法，咱俩也不抬杠。我说假，也没否定它不是银的，只不过各方面看着不倒带而已。跟你说了那么多，其实我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的。本身2000块钱都已经打水漂了，你再幻想着去卖几十万。只会让你这个口袋里边的钱啊越掉越多，东西还是你的，你千万可别为了这块币再多花冤枉钱了。算了，无论你说什么啊，我都不相信你的鉴定结果，我还得找专家老老实卖我的50万去。好吧，慎重啊，兄弟。一般人我可不敢让他看人家祖传的金锭。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你帮我看这2斤的金锭值多少？黄金即使涨价，一般祖传下来的东西也不能乱卖啊。黄金的金锭，真大个都是才2斤重吗？我用俺家卖菜称过了，2斤还高一点嘞。大概重量是2斤多，是不是得用电子秤精确到0.0几？精确到0.0几倒不必，即使你这个锭子是黄金啊，绝对不能按重量去算。我看你这个锭子保存的挺好，背面你看还带蜂窝，确实有些地方泛黄了。字面刻了有25两的铭文。这谁告诉你是金锭啊？这俺妈告诉我的。其实这个之前是俺老太爷留下来的。农村人不知道这咋放，之前都放房梁上面。你在哪放着都无所谓，只要安全就行了。因为在古代啊，黄金无大锭，也就是像这么大个的金锭啊，基本上没有。你这一个女孩拿过来，这是咋回事？我今年才大学毕业，准备在城里面买套房。俺妈都把这个金锭交给我了，说卖了看看能不能买套房子。那如果是金锭的话，全国各地范围内都可以买房。但是你这个我看着并不是什么金锭啊，这上面泛黄，其实就是它的褒奖，所以你这心里边得有一个准备。其实吧，我看中了城里面一套复式300平的房子。卖房的销售他见过我这个金锭，愿意用一套复式换我这个金锭。我害怕吃亏，所以来找你估估价。你看那个复式多少钱？150万。150符合咱们这里边的房价。
有2个问题你得搞清楚：卖方的销售他是否懂金锭？他好像懂吧？如果懂的话，恐怕不会给你换了。另外就是你这个金锭的实际价值。价值我是这样想的，2斤1000克，按500克，按500块钱一克，也就是50万块钱的金价。再加上它的股东价值150万也差不多了。如果真是金锭的话，你预估了后面再加2个零。真的吗？那多吗？对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很可惜你这个确实不是金锭。第一，重量不对称，像这么大个你看又有那么厚，别说2斤了，3斤4斤，黄金还是有了，因为黄金的密度嘛比较重。第二就是黄金它不会氧化，你在这个化学课上应该学过吧？我学的是文科，对这个不太懂。你不懂，我来告诉你黄金无论放多少年，它是不存在生锈变色的。表面你看看起来泛黄，但是实际它却不是真正的黄金。第三，如果你这个是金锭的话，绝对不会有这种蜂窝，一般只有银锭在浇铸的过程中，由于温度的差异才会形成蜂窝。最后一点就是你这个锭子上面刻了铭文，虽然说这个字体整体上看上去有点潦草，来看一下这几个字，细银。过去的细银就相当于是纯银的意思，重量是25两，所以综合而言，你这个并非是什么金锭，而是25两重的银锭一个。不会吧？这怎么可能是银锭嘞？你再帮我好好看看，这个东西究竟能值多少钱？从金到银这个价格就大打折扣了。银子自古以来它都很便宜，1000多克的话，加上股东的溢价，现在我大概估一下，也就1万多块钱的样子。才1万多块钱？对。那这买房子的话太少了。那肯定了。那个卖房的销售，如果他应该不懂，如果他执意要换的话，我不用考虑，我直接给他换了。你拉倒吧，一个房产销售，你想想他手里边能有多少钱？你知道鉴定，难道他拿着你的金锭，他都不知道鉴定吗？对吧？这我就不知道了，他有可能是自己收藏的，我再去找找，我再去找他碰碰运气试试。1万的东西他为了这个东西能会给你买150万的房子吗？我感觉你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别付完首付之后，对吧？这个金锭他才不要了，那你就麻烦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再说吧，我找他去，谢了吧。没事。俺母还没有我聪明呢，你竟然比我能挣钱你看看我这10根金条顶100万不顶？大爷，你这哪是啥金条这想卖100万有点难看样子这倒像是银条，这东西哪来的呀？昨天俺发小提炼的他说这一根给我顶25万你要说多软房子都软得很不是白金这是啥东西？你自己看看。软就对了，你像我们常见的银子它也比较软，白金我们一般人提炼不出来，看层是像银子。那发小这个人确实聪明，应该是他工具有限，他这个提炼的造型可以看出来，一根25万夸张了。那发小是干啥的呀？他都是一个平常的电工，这几年跨界了干起了收破家电的生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能发大财现在。那是嘞，人这个聪明与否无所谓，只要脚踏实地能干一行爱一行，时间长了对吧，沉淀下来了都能挣钱。你也别给我争这个没有他一个的普通电工平常收点破旧家电他还能他还没有我聪明的，说实话嘞他凭啥穿名牌开小汽车坐高楼大爷你这很明显是羡慕嫉妒恨了。人聪明得用到这个正点子上，对吧？电工是他的一门手艺，收破烂里边大有文章。你像各种电器里边含了有金有银有铜，这些银条8成就是他从那个接触点上取下来的。我记着拿着4根你知道他家里有几十个人一根顶25万几十根都顶几百万呢，你知道不知道？25万一根太夸张了，这一根半斤左右呗，4根也就2斤重。现在的银子你也知道，才几块钱一颗，对吧？除去成本，反正是有钱挣，但绝对不像你想的这几百万之多。你别羡慕，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你别误会没误会。他说他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有没有可能是古董？是不是过去北京？你看看。你大爷，你打住吧！你拿的这4根是银条，
绝对不是过去的白金。过去没有白金，现在提炼白金啊，温度较高，我们个人啊，尤其是能发酵，水平啊、工具啊都有限，而且这颜色比重都不对，所以不是白金，是银子。你这聪明，你应该能看出来啊。我们昨天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反正他说现在他手里有钱的很哦，准备到年底在县城里买楼买房。这是不是他偷别人家的东西？大爷，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如果说是过去的古董啊，根本不可能。第一个，你像这个古董材质没有这样式的，这一看啊就是个人熔炼的。第二，同样是银子，如果说他拿别人的古董啊，价值比这个高几十几百倍。第三个，提炼的银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半斤啊得从那个废料中提炼出来，得几十几百个那个旧家电。说实话，在县城买房，有可能那发小啊吹牛，反正有这里边的因素。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他这几年都说挣到钱了哦，反正我感觉这里面有问题。这能有啥问题？无非他就是在你面前炫富了而已。你想想，一个收不烂的，无非对吧？他也就是他的家当，也就那几十个人这银子。这4根我给你按2斤1000克算。6块钱一颗，这4根最多也就几千块钱。才几千块钱？对，真的假的？你真的，我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是几十万呢。没有。我想他也不可能发财啊。他听你这话意思，你这是失望还是开心嘞？这朋友发财不好吗？是不是？他吹牛就行不行啊？吹牛不行，真发财也就算了啊！我你得好好的羞辱羞辱你这家伙。你的心态我看大爷，你的心态有问题。给这东西还拿回去，我还还给他吧，还还给他。羞辱都算了啊。好。不是我看不起俺公公婆婆啊，拿2块带龙的银元当压岁钱送给俺俩姑娘，这是典型的看不起我，这是。恁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现在带龙的银元可不便宜啊！来，我看看啥呢？就这点银子，它能贵到哪去？关键是送给女孩子不合适啊！女孩子就应该送那种带凤凰的呀，那种。你这2块确实是龙样，一块北洋，一块甲辰，状态还不错。你可能对银元不懂，这个银元啊，压根儿就没那种带凤凰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跟你说了，你先看看真假吧。别咱俩这说了半天，在这家里就尴尬了。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这2块龙洋都已经平级入盒了。这搁这盒子看的话，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而且2块龙洋这状态还不错。拿这2个给孩子当压岁钱，绝对是大材小用了。再说了，爷爷咋可能会忽悠自己的亲孙女呢？不加油咋着嘞？这明显是跟俺姑娘就是在针对我。你都不知道，俺公公婆婆总是针对我。针对你，这是不是你多想了？如果公婆针对你的话，他就不可能送给孩子2个带龙的银元了。现在这种带龙的银元可不便宜啊！你别提这带龙的事了，提起来我就气得直跺脚。我就是给他生了2姑娘，他拿这俩带龙的，他就讽刺我嘞。现在观念都放开了，生男生女啊，其实都一样。你说到讽刺啊，其实真没有任何依据，因为过去你看清朝的银元，基本上都是这种带龙的。在过去啊，这种银元就是当时的流通货币，就相当于是钱，并没有男女之分，也没有那种像你说的带龙的了啥了，你误会了。我嘴皮子也说不过你，我就是感觉他在针对我。人家当长辈的都是包500的大红包，你看看这一个值不值200？200肯定现在买不到。你不要总感觉这个银子不值钱，这可比500的大红包强多了。你现在随便买一块冤大头都得1000多，因为这个北洋啊和这个甲辰相比，存世量大嘞，其实是这种甲辰。甲辰啊是典型的江南8个有纪年里边发行量最多的。甲辰有一个特征，在8个有纪年里边啊，壁面是属于全身大，尤其是你这个，你看字面也是全身大，而它这个龙鳞呢，也算是非常漂亮，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满龙鳞，壁面多少有一点包浆吧，反正我是没看到任何毛病。仅凭你这个状态给你估价的话，我个人认为啊，4000块钱绰绰有余。
4000？对，真的假的呀？真的呀。你没有跟我公婆一起忽悠我吧？没有。这么点银子能值这么多钱吗？你听你说这话吧。说，趁热了，快说。没事，那公婆说实话是谁我都不认识。再说了，这医院他也不按银价来算啊。我感觉这个北洋也真没必要给你再说，因为这个北洋比着嘉诚啊，这个北洋是属于中央龙，嘉诚呢是属于地方的省龙。北洋龙它这个斑啊分的比较多，而你这个是典型的长尾龙，高额头全龙鳞，满字口，你看壁面多少还带一点底光，也算是通货里边状态最好的了。因为没有大班的员工，初步给你估价的话，大概在4000左右。哟，那相当于给了俩孩子8000的压岁钱。对。那我总还感觉哪不对劲儿。那好像意思就是暗指我生俩姑娘的事儿。你这想太多了，你这想法是无中生有。你这看不起这俩银元的理由太奇葩了。因为爷爷送给孙女的银元啊，它就是一个压岁钱而已，你不要过度想象就行了。反正里面就是有问题。值多少钱我也看不起我公婆。眼不见为净。俩银元留给你吧。你这俩银元我真要不了。我给你鉴定半天，说实话鉴定的太曲折了。这么说你都带着对吧偏见、顽固不化的思想，咱俩没法做生意。来，不要算了，我可不要听你磨叽。好吧。哎，我拦都拦不住啊！这俺儿媳妇，非得拿着给他妈去加工用银手镯。这是我给俺孙女换的。说实话，用这些老银锭去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虽说都是一些素锭，但好歹你看保存的都比较完整。看来那儿媳妇啥都不懂啊。俺儿媳妇她年轻，她不懂的。这俺亲家他那年纪了，他啥不懂哎。这一个卖几十万，那不知道吗？几十万一个有点太夸张了。我看你这些都是素锭，锭面上没有铭文。这种锭子在过去啊，都是小银炉自己倒出来的，普遍没有大银炉的含银量高。在过去啊，认可度低一些，和银元一样，相当于是不带斑，存世量大一些。但是毁坏加工银手镯实在是太可惜了。俺亲家他爱臭美他上云南去旅游一趟，他看你那个少数民族戴的那个镯子又粗又大，他冲着俺媳妇非得叫给他加工大手镯。其实这个手镯啊，越粗越重，越不适合老年人戴。你旅游看到别人戴那么重的手镯啊，人家那是隐士，就好比我们穿的礼服一样，只有过节或者是表演的时候穿戴。这一堆加工一对银手镯的话，这个人看我这看得有2-3斤，那戴上那还不够受罪的嘞。对呀，俺亲家他都是想一出是一出。实际上他还没有钱，他都冲着俺儿媳妇叫俺儿媳妇给他办。你了解那亲家是一个啥人都行了，他应该是典型的爱慕虚荣。好在你这些银锭还没毁坏，不然啊，真的你就再抱怨，说实话也来不及了。这我新闻我去的早我得去晚一会儿。那个加工银手镯的那个师傅，他都给我说话了。你看这一个都烧成这样来了。哎呀，都可以理解。不是谁的东西，谁也不操心。首先，你没告诉那儿媳妇这些银锭的价值，他就认为啊，就是普通的银子。而那亲家嘞，一心想戴大可重的手镯，他就拿到这个首饰加工店准备做首饰。而首饰店的老板嘞，这一心啊，只想为了挣钱，他肯定也不管3钱而已了。你这放谁说不是挣钱不挣是不是？谁也不会说把顾客往外边轰。那我也想明白了。卖我叫他卖了他。卖了我手里换个几十万块钱不香吗？几十万确实你这一堆真卖不了，因为你这些银锭啊都是2两、3两、5两的锭子，在过去啊太常见了。加上你看银锭没有铭文，价钱啊还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你也别蒙我这是正儿八经的，这是俺祖传下来的，这是传了几辈了。那年爷子都是卖的几十万一个。我没蒙你大爷，只要是像你这种银锭，确实都是过去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大小、重量、形状、品相不一样，价格啊区别很大。你不要盯着网上那几十万一个的锭子，你这些和他们区别很大。几十万一个了，都是那种50两的官锭，重量上来比了，就比你这，是你的20-30倍之多。大小的话，我这一只手，一次只能拿一个。
50两的管钉，人家钉面上，字口清晰，包浆温润，定型漂亮，它自然有人愿意出几十万买回去玩。而你的这些，从观赏程度上，你自己来看看，这钉面太丑了，要形没形，而且嘞还没字口。我这含银量高啊，正儿八经的这是雪花银啊。正儿八经的这是老古董。你说的对，就是因为你这些银锭是过去的，至于它这个含银量，其实就是雪花银，确实是雪花银。但是银子不争气的是啥吧？就是它这个价格一直没涨上去。你像现在的银子，才6块钱一颗，你多少有点古董的属性，所以你这些银锭现在大概也就几千块钱吧。你可拉倒吧啊！你才给我几千块钱？对，嘿嘿。这我这管卖几十万了，你给我几千块钱啊？几十万恐怕现在有点难，不过没关系，你慢慢等，早晚有上涨的那一天。银锭还放好，千万别再交给那儿媳妇了，这回外加工金手镯太可以了。我叫你看的意思，我都是说的，关键给你呢，你给我的太少了。这几十万真弄不成人，给你还收起来，我的哥还放进来。对。咱哥这有一个清朝的小金锭，你看这上面它都生锈了。你说它能卖500万吗？你这想卖500万，你不是闹着玩的吧？你见过谁家的金锭会生锈啊？再说，这也到不了清代啊。你帮我看清楚。我哥都找了很多专家看过了。这都是清代的黄金官锭。有很多专家都是忽悠你口袋钱嘞。清代官锭的话只有银锭，因为过去是银本位。像黄金的话，市面上少之又少。假如是官锭的话，这上面必须有落款。况且你这个造型比较粗糙，再说黄金也不会生锈啊。我看着这个金元宝也不咋的。但是俺哥他心里比较真。为了这一个金锭，2年花光了他10万的积蓄。哎呀，那哥这是典型的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了。他之所以花光10万的积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卖500万。可被你说着了。专家刚开始估价是100万。找更高级的专家辗转不同的城市，现在说值500万了。哎呀，不能怪那哥信以为真，完全是他中了别人的圈套。因为像我们普通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加上都有一个捡漏发大财的心理，再加上近些年来网络的普及，大家手里边都有电脑手机，啪正反面拍几张照片，打开网页找专家一咨询估价。当上百万、几百万价值出现的时候你说谁能不心动呢？给你估个100万、500万了，他们只是动嘴，恁搁这花个10万、8万的小钱，马上几百万就到手了，他肯定愿意花啊。对，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让我先资助他10万，挣了500万，将来准备分我100万。哎呀，你看我刚才给你讲了那么多专家的套路结果你这10万也花了，对吧？关键是500万，他也给你卖不了因为人家挣的就是你的无知的钱。我感觉也有点不靠谱。所以来问问你，这个金锭其实他就是在收破烂的那里50块钱买回来的。你都感觉不靠谱了吧？收破烂的50块钱买来，他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卖500万。像这种人你借他10万，那钱就相当于打水漂了。第一，他这个材质100%不是黄金，因为黄金不会氧化，这是众所周知的。刚才你也说它生锈了，这确实是生锈了，而且黄金的颜色也不带有这么暗淡了，还有比重也不对，这么大一个的黄金少说带有2000百克吧，你这拖着100克一大关。第二，真正能价值上百万几百万了，它必须肯定一点的得是古董因为只有古董的属性才会有相应的价值。你看你拿过来的这个做工太粗糙了，尤其是它底部这里，你看这都有孔洞，这说明它不是黄金，而且不老。过去的这种锭子通常都是鎏金，无花无印，自然也就没什么收藏价值。我看来就是现代的低质工艺品而已，大概市场价几十块钱吧。不废吧？按你说的话，这不值钱对恐怕我说出去，俺哥肯定是不相信，因为他还准备靠这个发财嘞。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俩都是旁观者，恁哥就属于当局者。既然他为了对吧几十块钱的锭子，已经浪费了2年的时间，辗转多地也花了10万块钱了，现在他还想给你借钱，对吧？说明他还执迷不悟嘞，对吧？你千万别当真，别借给他钱。
那个卖泡面的告诉他是金锭，说收的地主家来的。哦，要不是年纪大不方便，就自个儿去卖去了。他说这话，恁哥对吧？才掏钱买来。如果真是清代的小金锭，你想想，人家为什么几十块钱卖给恁哥嘞？对不对？你站在恁亲兄妹的关系上考虑，我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借给他钱，对吧？再去花冤枉钱也没啥意义，老老实实的让他找份工作，放弃这个金锭，确实是假的。好，那行吧。我把你的话原话给他说说。对，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儿。对，尽量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行，谢谢你了。没事。